喺香港退休，住屋生活成本高，有啲咩政策可以幫到基層人士？另外，退休人士應該點樣善用自己嘅自置物業產生現金流呢？仲有錢但係冇物業嘅退休人士，驚年紀大又冇人租屋俾佢哋，又應該點做好呢？大家好，歡迎收睇 AITV， 我係不了。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今集嘅主題係退休後住屋同埋現金流。喺香港，住屋應該係生活入面最大嘅成本。今集不了將會分享幾個網友留言嘅真實情況，分析一下退休之後住屋相關嘅問題，由基層人士到富裕有樓或者冇樓嘅人，點樣用共享延年優先配屋同埋房協長者安居樂等計劃改善退休之後嘅現金流，適合接近退休同埋已經退休嘅人士收睇。由基層住劏房到有自住物業或者有錢但係冇物業嘅朋友，因為你都想改善你嘅退休生活，所以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而家開始啊！本集將會分為以下6個部分： 1. 基層長者共享延年優先配屋計劃； 2. 有自住樓但係冇現金嘅退休人士； 3. 冇自住樓但係有現金嘅退休人士長者安居樂計劃； 4. 有自住居屋但係少現金流嘅退休人士； 5. 賣咗居屋租住私樓嘅退休人士； 6. 擁有樓齡大嘅私樓嘅退休人士。免責聲明：不了只係從理財角度盡可能提供方法俾大家參考，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亦都唔保證我所講嘅內容100%正確。如有任何疑問，請自行向有關當局查詢。 1. 基層長者共享延年優先配屋計劃。樓價高企，即使近來樓價下跌，租金仍然繼續上升緊，住屋應該係生活入面最大嘅成本。對於基層長者，住私樓平嘅1個月都要8到9千，住劏房亦都要5到6千，劏床或者板間房可能亦都要1500到3000。不了響第35集根據 Susan 嘅情況，提出長者可以考慮幾個人合租私樓，3個人每個人夾3、4千蚊，合共1萬到12000蚊，可以租到300尺左右嘅單位。留言入面好多人都反對呢個建議，相見好，同住難。不了當然知道，有錢我都想住好啲，自己一個人住，但係何不食肉糜？你可以話呢個唔得，嗰個唔得，但係解決唔到問題。冇錢就要諗方法，或者退而求其次。代入當事人考慮，冇太多錢，眼見10年8年之後可能連屋租都俾唔到，就要諗方法，及早規劃。如果你住板間房，可嘗唔係同人共用廚廁，大家可能都係朝見口，晚見面。如果平時大家有講有笑，真係可以考慮下合租。甚至本身自己有啲金蘭姊妹，或者有啲好兄弟、好朋友，我哋先用開放嘅思維睇下有啲咩可能性，真係唔適合先至再拒絕都未遲。翻返去正題，今集想介紹多一個方案俾大家，就係房委會嘅共享延年優先配屋計劃。基本上申請人需要符合公屋嘅基本申請資格，申請入邊嘅所有人士必須要年滿58歲，並且喺配屋嘅時候均年滿60歲。2位或者以上年滿58歲嘅人士，包括非親屬關係嘅成員，如果同意共住一個公屋單位，就可以申請。凡參加呢一項計劃而且符合資格嘅申請，通常會比一般家庭申請較早獲得處理。咁樣呢一個共享延年計劃比起高齡單身人士計劃有啲咩好處呢？點解我唔自己一個人申請呢？例如65集 Susan 嘅情況，佢冇收入，但係有6到70萬，超過咗資產限額嘅上限而唔能夠申請公屋，佢當然可以用咗部分嘅錢，直到符合高齡單身人士嘅資格先至申請。但係其實仲有另一個方法。睇一睇呢一份長者申請公屋入息同埋資產限額。2024年度長者一人嘅入息限額係12940蚊，資產淨值限額係572000蚊。而2人非親屬關係嘅長者入息限額係23680蚊，資產淨值限額係774,000蚊。3人嘅入息限額係29690蚊，資產淨值限額係101萬。按字面理解，希望不了冇理解錯啦。不了諗到一個坊間應該冇乜人講嘅做法，優劣互補係啲咩意思呢？想象一下 Susan 有一位好朋友叫 Anna， 係一位60歲嘅長者，相反佢只有幾萬蚊嘅資產，但係做洗碗工嘅佢月入就接近18000蚊。因為 Anna 月入超出限額，同樣都係唔能夠申請高齡單身人士公屋，但係如果佢哋2個一齊申請，就能夠符合共享延年優先配屋計劃。非親屬關係2個人嘅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如果3個人嘅情況就有更加多嘅組合啦。
咁樣成功申請，長遠可以減輕兩個人嘅租金開支。Susan 同埋 Anna 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減少5到6千蚊嘅租金，同時公屋亦都解決咗當佢哋年紀大嘅時候難以租住私樓嘅問題。從好處去睇，兩個人有啲咩問題，例如病咗或者要搬重嘢，大家都可以互相照應。情況就好似7月嘅時候，不料去書展，有一間書店買1-2本只有8折，3本有7-5折，買5本就有6-5折。我只係想買2本書，就揾咗一個手上面有3本書嘅人，游說佢同我一齊買，咁就係共贏方案。簡單一個行動，大家都可以慳到錢。係嘅，買書同一齊住唔同，一齊住可能會鬧交，唔滿意對方嘅做事方式。但係其實好多人結咗婚之後，兩公婆何嘗唔係咁樣啊？同結婚一樣，其實你都可以好細心咁樣揾一個好嘅同屋主。第二部分，有自住樓但係冇現金嘅退休人士。有一位網友留言，長者只有600萬嘅私樓，冇儲蓄，可以點樣做好呢？1. 安老按揭加長者生活津貼。不料之前有好多影片都分享過，安老按揭、借逆按揭能夠令到自住物業產生穩定嘅現金流作退休之用。例如網友嘅情況，600萬嘅私樓就能夠產生每個月15,720蚊嘅終身每月年金。到咗65歲嘅時候，因為安老按揭每個月嘅年金係唔計入長者生活津貼嘅入息部分，所以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每個月4,195蚊，加起嚟每個月就有19,915蚊嘅被動收入啦。不過一定要考慮呢一個自住物業有冇舊區重建或者大廈維修等風險。詳情可以睇第45集逆按揭懶人包。2. 長者安居樂加先收息組合，再加後年金長生津方案。呢個響下一部分嘅後半段再講。第3部分，有現金但係冇自住樓嘅退休人士長者安居樂計劃。我哋先嚟睇一段74歲吳先生嘅訪問，節錄自今年鏗鏘集退休下，大約2分13秒。其實香港早喺20年前就已經有香港房屋協會策劃嘅長者安居樂計劃，提供專為60歲以上人士而設嘅居所。喺03年及04年分別推出咗2個項目，時隔多年之後，舊年亦喺紅磡推出咗第3個項目。吳先生今年74歲，退休多年嘅佢本身同太太租住唐樓，不過幾年前開始，佢認為有需要搬去新嘅環境。以前咧就住喺啲唐樓啊，咁啊5樓添，咁啊我哋2個都超過60歲噶啦，咁啊我太太咧隻腳咧就唔係行得咁好，咁啊計下，咦，今年行到啫，5年後行唔行到咧？行到都好辛苦喎，你行唐樓5樓，咁啊租屋住咧有好大嘅問題喎，個業主翻都唔租俾你喎，有時你長者咧，而家好多業主唔中意租俾長者嘅，驚你喺個屋入邊啊。長者安居樂以長期租約形式出租，居民需要俾一筆終身租住權費，以及每月嘅管理費同服務費。吳先生認為呢個模式切合佢嘅需要，而且欣賞佢哋嘅設施都係以長者友善嘅概念設計。走廊咧又有扶手啦，闊落啲嘅。樓層嘅大堂咧都有個位咧俾你坐喺度等 lift。咁啊呢個相當之貼心嘅設計。選擇居所，大部分人可能都會以硬件配套為先。不過吳先生認為可以為佢帶嚟更多嘅社交機會，可能更加重要。呢樣嘢對退休生活係好重要嘅。點解咧？一個人咧年紀大咗咧，你越多朋友咧，就越多關懷。同埋咧，遠親啊不如近鄰。如果你話咦有咩事咧，隔離鄰舍係可以幫到你手嘅。呢個會所亦都有搞啲講座啊，比方啊防騙講座啊，甚至乎啲年金嘅講座啦。過年有團拜啦，燒嘢食啦，行下山啦，所以呢個關係咧好融洽。如果好似不料嘅情況，冇自住樓，但係中意手持一大筆嘅現金，有安全感，靈活隨性，但係可能會擔心老咗嘅時候揾唔到人租樓俾我住，咁就可以考慮房協嘅長者安居樂計劃啦。根據官方網站資料，單身同埋2人家庭嘅收入同埋資產限額，60到69歲長者分別係520萬到945萬，同埋758萬到1407萬之間。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分別為400萬到760萬之間，
同埋558萬到1140萬之間。二人家庭嘅成員各自要達到一定嘅經濟能力，如果經濟能力少於上述嘅限額，可能要有擔保人保證，但係擔保人嘅月入要求唔低，我喺度就唔詳細講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自己再睇下。長者安居樂暫時有3個項目，分別係位於將軍澳嘅樂頤居、牛頭角嘅彩頤居同埋紅磡嘅豐頤居，仲有3個項目正喺度規劃緊。不料認為佢哋嘅配套非常適合長者，亦都提供咗好多護理同埋康樂設施，而且位置便利，感覺居住環境都好唔錯。至於價錢，以樂頤居為例，終身嘅租住費按唔同年齡同埋單位大細而唔同。例如65歲單身長者選擇開放式單位，需要100到115萬左右。另外每個月1315蚊嘅管理費同埋410蚊嘅服務費。至於較新嘅豐頤居，開放式同埋一房單位，65歲終身租住權費大約係150萬到240萬不等。另外再加服務月費同埋雜費等。計一下，假設現年65歲，有90歲命，240萬嘅租住權費，一個月就係8000蚊，其實都非常划算。因為呢一個已經包咗未來20幾年嘅通脹，解決咗住屋開支問題之後，剩低嘅錢就可以用年金、股票等嘅被動收入，製造退休現金流。再用翻第二部分，擁有600萬私樓網友嘅情況做例子，佢有另一個選擇，就係可以將600萬嘅私樓賣咗佢，用160萬左右租住豐頤居開放式單位，咁樣剩低440萬嘅現金，網友可以將呢一啲錢放到銀行定期存款或者其他收息嘅工具收息。假設400萬3.5厘，每個月大約有11600蚊。如果每個月開支2萬蚊，即係每個月由本金入面用8333蚊，一年大約10萬蚊，20年大約200萬。因為本金越嚟越細，息除本減，好粗略咁去計，直到80到85歲左右，剩低150到200萬左右，就可以運用之前講過嘅年金加長生津方案，製造每個月相等於今日購買力14000蚊嘅收入，應該足以度過餘生。呢個方法嘅好處係唔怕年老嘅時候揾唔到出租物業嘅同時，又能夠手持一大筆現金，比起用自住物業加逆按方案靈活，遇到大病或者急需用錢嘅情況更加容易調配，而且唔使擔心逆按揭要處理樓宇保養嘅風險。但係壞處係，由於現金比較多，前期唔能夠盡用長者生活津貼產生嘅現金流。二人夫妻嘅情況，大家亦都可以自己計一下，至於邊一個方案適合自己，咁就由大家自己決定啦。第4部分，有自住居屋，但係只有少量現金嘅人士。一位網友留言：我今年60，太太58，有一層已經供完嘅居屋，冇父母，亦都冇小朋友，儲蓄普通，得100萬現金左右。除咗強積金，亦都有2份危疾保，一份太太80萬嘅危疾保，一份自己50萬嘅危疾保。居屋雖然已經供完，但係已經30年樓啦，上網睇亦都唔值錢，得200幾萬啩。我哋冇細路仔，請問未補地價嘅居屋能唔能夠申請逆按揭呢？好似呢一種情況，未補地價嘅居屋亦都可以申請安老按揭，但係要有關當局批准，即係要睇個別情況審批，申請人要自己查詢有關當局。但係即使批准，假設280萬，因為居屋要60歲以上先至能夠申請安老按揭。假設網友2年後2個人申請，終身年金就只有5300蚊左右，唔足夠生活。到65歲，將儲蓄買部分嘅年金，每個月年金3000蚊左右，2份嘅長者生活津貼8390蚊，再加埋一啲定期存款利息，咁樣一個月應該有17000到18000蚊左右嘅收入。到時候有需要再做兼職賺多少少錢，應該足夠生活。不過由於呢位網友嘅財務狀況唔算非常充裕，不料建議呢位網友趁有工作能力，仲係做多幾年，儲多一啲錢。第5部分，賣咗居屋租私樓嘅退休人士。有一位網友留言話：我同先生已經62、3歲，之前買咗一間居屋，依家租樓住，有冇資格申請長者公屋呢？另外有一位網友亦都有類似嘅留言：我 N 年之前買過居屋，後尾住得唔舒服，我後來是買咗呢間屋。聽講以後永遠都唔能夠申請公屋，係咪真㗎？可唔可以諗下點幫到我？我而家同前夫住，我已經66啦，前夫67歲，因為健康問題2個人都冇工作。不料睇網上資料，曾經擁有居屋、自置公屋或者夾屋單位，即係已經享用咗政府資助房屋優惠。就算依家已經將單位出售，亦都唔可以再次申請公屋啦，除非申請人有啲特殊情況，例如破產或者家庭環境逆轉等等，房屋署或者會酌情考慮接納佢有關嘅公屋申請。呢一種退休嘅情況係不料遇到最難處理嘅情況，
比起完全冇錢拎綜援但係有公屋住嘅情況更加難處理，因為佢哋再冇資助房屋，生活成本高，現金流難以平衡，冇辦法之下，唯有繼續工作，努力儲錢，再考慮有冇可能到內地較低生活成本嘅地方居住。所以不料響度特別提醒大家，買居屋或者自置公屋之前，一定要慎重考慮清楚啊。第6部分，擁有樓齡大嘅物業嘅退休人士，由於安老按揭一般只係接受樓齡50年或者以下嘅物業，所以如果網友擁有樓齡較大嘅物業，就未必能夠用逆按揭製造每個月嘅被動收入現金流啦。換句話講，呢個物業除咗自己住之外，就唔能夠提供其他任何嘅價值。即使呢個物業價值400到500萬，亦都變成咗死資產。雖然業主身家睇起嚟好豐厚，如果退休之後冇足夠嘅現金流，生活可能都會好辛苦拮據。呢一種情況有2個簡單活化呢一項資產嘅方法：一、及早賣咗呢一個樓齡大嘅物業，換入樓齡較低能夠做安老按揭嘅物業；二、賣咗呢個物業套現，參與房協嘅長者安居樂計劃，咁樣退休之後又可以居住到老嘅住所，同時每個月亦都有穩定嘅現金流做生活費。所以假如你依家50歲，仲有10年退休，咁就要考慮到你退休嘅時候，手上嘅物業係咪仍然適合做安老按揭，或者容易賣出，要及早準備一下。有退休網友手持樓齡50年或者以上嘅舊樓，可能想等舊區重建或者收樓，但係咩時候呢？如果20年之後先至收，或者收購價好低呢？不料認為，除非已經有計劃短期之內有收購，否則要顧及安全同埋維修種種問題，係一場勝率低、回報低嘅博弈，唔值得等。總結，不料認為房委會嘅共享延年優先配屋計劃、房協嘅長者安居樂計劃、退休三保嘅香港年金、安老按揭等，仲有政府福利嘅長者生活津貼，適合唔同狀況嘅退休人士使用。識得運用同埋唔識得運用嘅人，退休生活可以差天共地。大家一定要靈活變通啊！感謝你睇到最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唔想錯過 N 家 TV 未來精彩有用嘅影片，請記住訂閱、訂閱、訂閱。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一集收睇所有嘅影片，全部精彩。今集就到呢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